過都做㗎，我那麼懂啊？冇呢度咁難喎，那就有點可惜。但是안녕하세요. 저는小岛单车到서울의 자전거 타러 왔어요. 我们现在在首尔的汉江河滨自行车道。今天我在首尔马浦区的一家车店租了一台 Giant Propel Advanced 的公路车，它的变速配置是105，然后碟刹，大小是 S 码，有够火红的一台车子。店家说我可以自己带卡踏给他们装上去。那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就是首尔的公路车车友的电车路线，好像没有之一，因为这个城市好像也没有什么路线可以骑。我会去南山跟北岳山，南山，然后乌嘎山。一直在路上看到的这个传令是慢的意思哦。今天我们规划的路线是这样子的：我们在弘大附近的麻浦区租车，然后从河滨自行车道开始往东，到达汉南大桥附近，离开河滨进入马路。爬坡很快就开始了，首先是8%左右的爬坡，到后面再出现13%，来到制高点南山，也就是首尔塔的位置，海拔200公尺。没想到数字上看起来没有什么，原来也不能小觑啊！下山以后再进入首尔市区，往北路过景福宫，就到达第2个爬坡段了——北岳山。这一段6公里，爬升250公尺，然后就继续往东下山了。重新进入河滨自行车道，到达圣水洞对岸的龙飞桥休息站，然后就沿着自行车道到马浦区，回到起点还车，行程结束。那如果我们可以骑完全程的话，大概是50多公里，跟600左右的爬升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我的体力没有到很好，因为昨天我去加了一个跆拳道的体验，他说他发日，他有信心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地面写的什么东西。所以等一下要不要进马路，我还要再想一想，还是我一直骑他的河滨自行车道就好。普利西街海滨头人的，他说他有17公里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地名是在哪里。在自行車道上面有超商做了，哇！因為我去到單車鋪，我先至發覺我唔使拎水壺，所以啲便利店咧就變得非常之重要。方清居，我完全不知道方清居是在哪里。我的导航完全没有反应。但我唔係應該喺漢能大橋嗰度轉入去咩？我導航係直接冇出聲喎。那今天是禮拜6，可以看得到它跟台北的河滨自行車道上面的流量，這邊還是比較舒服。雙屬聖水大橋，所以我是蠻確定我已經超過了。好，我是超过了大概3公里左右，呵呵。看到
Santecchio，应该就是要右转进去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入口。很难，很难。这导航什么都没有给我。Sure。会犹豫的原因呢，除了因为导航失效，还有这里是一条很繁忙、很宽的干道，就是汉南大道。但是我看到有其他车友，所以就跟着他们一起先走再说，然后爬坡从这里就开始了。刚不错。张冲丹肉，张冲滩肉。我都走它，怎么会那么陡啊？哇！哇，13%，冇呢度咁難喎，有冇料喎？2公里达成120。7到9%的坡度。南山的爬坡段在离开了主要的干道以后，就一直都是这种树荫山路。我来之前有看过大家的说法是行人很多，还要一直避让公车，但是实际的状况比想象中好很多。首先，行人不会没事跑到车道上，然后这里是单向道，不会有对向来车，更不会有人逆向。这条路一般的汽车不能进入，基本就只有公车跟少数有许可的车。路宽也非常充足，靠边避让是完全无虞。红色区间在1公里50爬升8%的坡度，想要有观景台，但是先不停了，起不了步。刚结束了第一段的爬坡，我们现在在首尔的 Namsan and Seoul Tower。那么接着我们就下山，然后再去下一段的爬坡，就是布克山。고장났어요? 이거 고장났어요? 아마 아닌데? 브레이크 一开始环下坡那里，我觉得刹车不太有效，所以就决定下来用牵的。到后面的坡度来到-12%，那我有沒有過濾呢？其實我也不太確定。上山容易落山難啊！咁我仲去唔去布克山好啊？分分鐘我又落唔到山㗎喎！啊！那
考虑到各种原因，我决定不去布卡山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河滨自行车道方向。现在就是下山往汉南站的方向，然后就回到河滨自行车道。可是环境不太熟悉，所以就也没办法。哎，高等我應該係要向邊個方向啊？唔知道。大劇位，我一係入嗰個迴旋處，我一係咧就係、好似我而家咁樣上行人路，然後調轉踩。但係行人路到底係俾唔俾踩嘅咧？呢、個會認真大劇，我諗唔到可以點，我只能嗰個迴旋處嘅師傅就。我就只能跟着汉南大桥的指示，先往这个方向。我记得我刚好像是从这里上来的。汉南路。那要不要往顺水洞那边再，好像也可以再绕一下来。我觉得这里的人很好的一点是，行人不会觉得自己走在自行车道上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而且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是真的会看车的。我要强调这里是马路哦。应该往那边。在我这里附近呢，有一个叫做自行车一条街的地方，但是我应该今天不会去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回去马普的自行车店还车就结束今天的行程了，有点可惜没有到布卡山，但是 OK 啦。最后呢，香港茶中沟多罗跟台北的河滨自行车道必须来做一个比较。以路况来讲，两者都非常好，无可指责了。景观来讲呢，两个都是有时候看到河流，有时候在遮蔽里。补给来讲呢，首尔是稍胜的。我骑了大概14公里长的自行车道，已经有看到一家 GS25 超商，还有龙飞桥补给站。但是在台北的河滨里面呢，好像没有超商就连社子大桥附近那个补给站呢，也是大部分时间没有在营业。至于行车规则的合理性呢，我觉得是台北优胜的。我是很欣赏首尔这边这么确实的做到人车分流。那个限速真的有必要设20吗？设个30也不为过吧。
再来，有时候冲挤出现的位置不合理，也没有相对应的立牌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在这么明显支线干线的配置下，稍显矫枉过正。所以以这个方面来讲呢，台北的河滨自行车道比较人性。我们回到开始的位置，就是 Mapo 区的这个自行车道的位置，就代表我们今天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今天去骑了 Namsan。然后我们从南山下山以后，因为车子好像制动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决定没有再去下一站布卡山，那就有点可惜。但是就代表我们还有理由下一次再来首尔这里骑车嘛。那我们也同时体验了大概20-30公里的首尔的汉江河滨自行车道。The next day， 这里是千户洞的单车街茶中沟沟里。位置大概在捷运冲火站往北0.7公里左右，或是龙飞桥补给站沿着河滨往东11公里。这里有单车主题的咖啡厅、单车人身部品的专门店，还有卖车修车的车店。整条街每一家店门口都有停车架，走到底还可以直通到河滨自行车道。在 Kakao Map 上面搜寻 Bicycle Street 或者是茶中沟沟里就会找得到了。下一次再来首尔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先骑完布卡山，然后再过来这边吃个小吃，喝个咖啡，这样才算是一个有来过首尔的公路车爱好者吗？이 비디오 좋아하면帮我 like, share, and subscribe 주세요. 저는小岛单车导也有，我们下次见，안녕。给你要插透 ，OK。 감사합니다. 한국어 못해요. 못해요. 이 비디오 좋아하면 이 비디오